好吧，既然你没有地方去，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介绍份工作给你。工作？启禀将军，外面有个叫燕13的前来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是。大师兄，燕13，坐吧。来人，倒茶。燕13，我看你这2个月离开京城数次，去寻找谢晓峰。可是真的像江湖中传说的那样，所谓的剑神已经销声匿迹，无影无踪了？是啊，难道剑神的剑真的就这么消失了吗？哼，他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还称什么剑神呢？燕13，我劝你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奔波了。我已经向皇上禀报了，请你来当锦衣卫的总教头。就凭你夺命13剑，这些锦衣卫都争着拜你为师呢。我根本不想把剑法交给任何人，也不想收徒弟。大师兄，你一直把我留在身边，不就是想学夺命13剑吗？事实上，除了夺命13剑，我对世上任何绝世武功都很有兴趣。你娶了秋笛小姐，等于得到了一个武林高手。你真会说笑，师妹她根本就不懂武功，只不过会一些口诀而已。你以为我会得到什么呢？小姐虽然没有练过武功，但在她的脑海中，记得都是各门各派最上乘的武学。现今的江湖中，真正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，其实就是慕容秋笛。就算是这样，可也没错。我从秋笛那里得到武林各派的秘诀，再集各家之长，练成天下无敌的绝世武功，这是每一个练功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再说燕13，你的夺命13剑不也是这么领悟出来的吗？大师兄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想学夺命13剑应该不是很难。况且小姐已经知道剑招当中的精粹和剑法中的灵魂，你完全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周章，找来一帮子锦衣卫向我学习夺命13剑，以达到你的目的。夺命13剑根本就不像是江湖上所传的那么绝世孤高。我曾经见过一种剑法，它已经超越了剑法当中的极限，几乎没有破绽。你是说三少爷的剑吧？嗯。你说三少爷的剑法几乎没有破绽，那是不是说你已经看出其中的破绽？对于一个无敌的剑客来说，他的破绽就是他最大的秘密。可是我知道，在你的夺命13剑中，只要一招稍加变化，就可以置谢晓峰于死地。那是第几剑呢？第14剑。所以你认为，只要有一天你学会了夺命13剑，就一定能领悟14剑？我认为，你很早就练出了第14招剑法，只是暂时不使用而已。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？我知道，你的夺命14剑是为了谢晓峰准备的。我看，只有谢晓峰才有这个资格，成为夺命14剑的剑下冤魂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当锦衣卫总教头的事，我等你的回复。大师兄，现在师妹去大相国寺进香，我去接她。
师父。夫人想问什么？我想寻亲，请问他现在是生是死？身在何处？此签后羿射日，乃飞黄腾达，上上之签。这么说，是寻亲有望了。后羿射日，见虚空，朽木难雕枉费功。鸳鸯分散各无心，嫦娥托友去无因。后羿射日，此卦表面虽上上之签，但是若是寻亲，恐怕会徒劳往返了。为什么？此卦表面上是后羿射9日之象，实际上到最后却是嫦娥奔月的结果。后羿虽然达成任务，成为大英雄，却失去他最心爱的夫人。正所谓莫问收获先耕耘，欲得善果必积善因。凡事所求不可过于妄想，否则徒费功夫。夫人，季将军来了。师妹，进香完毕了吗？是的，大师兄。要不要留在这儿吃斋饭？我陪你。不必了，我有点累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季大人，等等。好。来呀，没关系，来嘛。小丽，你回来啦？哎，我不在这几天，生意还好吧？小丽呀，你还带个男人回来呀？这么脏，不过长得还不错嘛。阿强刚回乡，你就带个小白脸回来呀？哎，告诉你们怎么样放干净点，小心撕烂你们臭嘴。走，不要理他们，我带你去见老板。虽然是又脏又臭，这筋骨肌肉还算结实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吉，大家都叫我没用的阿吉。没用的阿吉。没用的阿吉，你是在哪儿认识小丽这个死丫头的？我昏倒了，被小丽救起来。哎，你男朋友长得挺壮的嘛，怎么认识的哈？没用的阿吉，没用可就没饭吃。在我这做事的男人，不是打手就是龟公。对，除了卖弄风骚的工作，你什么都得做。是的，阿奶。我这是妓院，你应该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我丑话可先说了。干这一行，绝对不准吃窝边草。还有，客人永远是大爷，是我们的财神爷。就算要你用口替他们的洗脚，你也得做。知道了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。在我这儿做事，只供吃供住，你肯不肯干啊？大娘，我。怎么，你不肯？啊不是，我可不可以不吃饭，给我酒喝就可以了？那好吧，不过得把活干完了，才有酒喝。好，
马上换新的，马上换，换衣服过来。我现在吃不下，你先搁那儿吧。夫人，您这样整天不吃东西会闷出病来的，不如我陪您到园子里去逛一逛。师妹，你要出去？屋里太闷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先下去，来坐。今天早上，大夫来替你把脉的时候，说你身体不太好，需要调理。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我见你最近公事繁忙，反正只是小事而已，就没让他们去烦你。公事的确是忙，但是不一样啊。你现在怀了我们季家的孩子，我应该好好照顾你才对。你记住啊，以后啊不要四处去走动，免得影响了胎气。我没事的，你别那么紧张。你为我季家怀了骨肉，我好生感激。到时候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。知道了。师妹，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师妹，我想请你帮我说服燕13，让他来当锦衣卫的总教头。燕13，小姐，听说你又要走了？是的，这一天我回来看到你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要走。那你有他的消息吗？你还是在挂念着他？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我了解。如果你再见到他，你还会跟他决战吗？这场决战本来就是我们俩已经约定好的。如果我知道他的消息的话，倘若我侥幸能够活下来，你一定是头一个知道他消息的人。两个高手比剑，总会分出胜负。你们两个，始终会有一个人要死在对方的剑下。小姐，我很意外，你还是这么关心我。你一直对我很好。说真的，这世上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人像你这么了解我。我曾经经历了很多事情，都是你一直在陪伴着我，支持着我。燕13，其实我对你一直有着很深很深的歉意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在这世间，有很多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，也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一厢情愿就能够强求得了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无论你选择的是谁，只要你快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今天是大师兄让我来找你的。哦，是他叫你留住我的。大师兄就是大师兄，他清楚，只有你才能留得住我，也只有你
才是我留下来的希望。虽然他需要你，但是我明白，你根本志不在此，你是属于江湖的，因此，我也根本不打算劝你。启禀13爷，季将军要在下来向您报告，3少爷已经被抓到了，现在正押往天牢。什么？大人，把你的头抬起来。你们抓到了谢晓峰。是大人。混账东西，根本就是个假冒的谢晓峰。启禀将军，此人自称自己就是3少爷谢晓峰，在江湖上杀人放火，干下了一连串的大案。哦，真有这么回事儿。此犯虽然不是谢晓峰，但是干下这么多血案，理当处决。等会儿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是，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师兄，师妹，这里是天牢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想见谢晓峰一面。你想见谢晓峰？是。你该不是来阻止我处斩谢晓峰吧？师妹，天牢这么潮湿，你现在身怀有孕，对身子不好。大师兄，我只想见谢晓峰一面，我只说几句话，想问一问他，就见一面，行不行？好吧。让姬夫人见见谢晓峰。师妹，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紧张。锦衣卫捉到的只是个假冒的谢晓峰。假的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现在江湖上的败类都假借着谢晓峰的名义作案。3少爷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江湖中邪恶的象征。谢晓峰销声匿迹这么多年，要想找到他，谈何容易？你这么关心谢晓峰，一听说他被抓，就赶着去天牢见他。你根本就不恨他，你恐怕他死了是吗？这段时间，我怎么对待你，我怎么关心你，你一点都没有感觉。我对你的承诺，我全都兑现了。这难道都不足以唤起你对我回心转意，不足以让你忘记谢晓峰吗？大师兄，你答应过给我时间，你不要逼我。我是答应过你，给你时间让你接受我。可是你别忘记，你已经怀了我的骨肉，你对谢晓峰念念不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心里会有什么感觉？你现在的身份是大内锦衣卫指挥使的夫人，作为我的夫人，你应该严守妇道。大师兄，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些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江湖上盛传，武林人士接到京城传下的暗花，悬赏缉拿谢晓峰的人头。这个暗花是不是你传的？此乃皇上的旨意。谢晓峰作恶多端，是江湖中的一大匪类，必须铲除。别人可以这么认为谢晓峰，难道皇上也这么认为吗？3少爷的所作所为，确实是十恶不赦。这我就不明白。当初谢晓峰做下杀害义兄父子的事，那些所谓不忠不义的事情，
不全都是为了当今皇上？这在皇上看来，应该是立了大功才对。怎么他反而会遭到皇上的追杀呢？皇上虽然爱财如命，但也不可能滥杀无辜。他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那师兄你呢？当初你不也是效忠建文帝？而如今你又成了朝中新贵，难道皇上对你没有一点防备之心吗？现在是大明盛世之时，燕王又成为了永乐皇帝。我身为朝中的锦衣卫指挥使，当然是一心效忠皇上，绝无二心。至于谢晓峰，他所做的都是对义兄义嫂的不仁不义之事，对这样的人，当然是人人得而诛之。哼，你们根本是想杀人灭口。如今的谢晓峰已经不再是剑神，他下落不明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此乃朝中之事，师妹，你还是别再伤神了，还是留在家里安心养胎，以免影响腹中的胎儿。哼！真臭三把骚货，有钱不赚啊！老子有钱，老子给钱无非就是跟你相好。走走走，出钱！大爷花了钱就让你跟我走，行啊！大爷花钱就是要跟你相好。求求你啊，大爷别这样，答不答应？放我吧，不要！别摆谱啊！是吗？走了走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江南第一美人呐！就算慕容世家的慕容秋荻，她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嫁给大师兄？那个三少爷谢晓峰缩头乌龟，他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丢尽男人的脸啊！好，我们去收拾一下啊！走。小心啊，好走啊！阿吉，阿吉。回去休息。死小丽啊，有钱都不赚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死没用的阿吉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吃窝边草啊？啊，你呀，想死啊！你这个死家伙，你不想吃饭了是不是？干活去！你干什么你啊？叫这么大声，干什么？死丫头，还不回去？快去！快去！阿吉，回去！快去！你干活去，干活！就算慕容世家的慕容秋荻号称江南第一美人，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糟糠妻一个，改嫁给他的大师兄锦刚。嗨，三少爷到最后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慕容庄主却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吭声。嘿嘿，你们这些臭三八就是这么贱。你干什么？
人心中的结似乎还没有解开。陈宇，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心中的愁苦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这些美酒到了大人的口中，全变成苦酒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选择不饮？这个世上有些事情，不是你不把它当回事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很多时候，是你不爱，却爱；你不想，却想。自古英雄难过情关，大人心中的真爱，却一直念念不忘对谢晓峰的情。与其同情大人，陈瑜却更同情秋笛小姐。你同情我师妹？她嫁给了我，心中却想着别的男人。这样对丈夫不忠的人，你怎么可以同情她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问世间有多少相知相许的男女，在相知的路上都能如愿以偿呢？事实上，秋笛小姐的结比大人的还要多，还要难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只有等到师妹把她的心结解开，她才有可能敞开胸怀地接受我？那可不一定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更何况……何况什么？秋笛小姐是武林第一美人，爱她的人除了大师兄跟谢晓峰之外，她的魅力无法不让其他人对她痴心一片呢。你说的对，在秋笛的身边，确实有这么一个，一直默默地守候着。小姐，你来散步啊？那天我在房外听到你和大师兄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听得非常清楚。那些话，就算我说了，也是没用的。我已经一切认命，现在的我已是心如止水。你现在的心情，就好像用剑的心情一样。用剑的心情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只有一个真正懂剑的人，他才会明白。当剑拔出鞘的那一刹那，它会画出一道弧形的光华，那是辉煌的、美丽而璀璨的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它会变得飘忽不定，高高在上，令人无法抗拒。那种感觉，它可以让你为他生，为他死。谢晓峰也一定懂得这种心情，因为他是真正懂得用剑的人。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感觉。这么说，你也认同我对大师兄的怀疑？话虽如此，可是我和谢晓峰之间的约定，是在他干下那些血案之前的。我不管他是不是个罪大恶极的大罪人，还是个光明磊落的剑神，这对我来说都没关系。大师兄的确比不上你们，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。男人一旦获得了一个他心爱的女人，他怎么能够让他心中还有旧爱？
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对自己是一心一意的。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忘记过去，可是有些事是你想忘记却忘不掉的。大师兄曾经答应过我，为我寻找失散的儿子，可是到现在，他根本没有实现这个承诺。毕竟那个孩子是你和谢晓峰亲生的，当那个孩子回到你身边，只能加剧你对谢晓峰的思念而已。你认为大师兄他会愿意看到这些吗？所以，我也根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燕13，其实以你现在的心情留在这里，只会让你更痛苦。我3番2次的去而复返，是因为我对你真的放心不下。我已经说过，你根本没有必要再对我有所留恋。是啊，我知道大师兄很爱你，我也根本没有必要再为你的事情操心了。他爱你，对我好，可是我对大师兄真是越来越不了解。我真不明白，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是这儿，这是我的房间，给我滚！哎，阿吉，喂，阿强，你干什么啊？哎，这臭小子是谁呀？他怎么敢睡我的床呢？滚！哎，他是我们这儿新来的一个打杂的下人，怎么了？不是这儿，这哪儿？就算他是韩大娘请来的下人，他也不能睡我房间呢。哎，你以为你是老板吗？拜托你说话口气不要那么大，好不好？你也只不过是个打手而已。再说了，你一声不吭的回了乡下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。哎，别人可以咒我死，你怎么能咒我死啊？哎，阿吉，你不用怕他，他叫阿强，只不过是一个打手，在这混饭吃的而已。平时呢，只会欺善怕恶，你不必怕他。我欺善怕恶？是呀。那些客人镖师欺负我们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出过手帮我们打抱不平？你长这么大一点用都没有，我看他们呢，真是请错人了。哎，你够了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可别以为我是病猫啊！哈，是吗？好啊，我就当你是病猫、病狗、病猪，怎么样？你想打我啊？打呀，打我呀，打你！哎，算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再说，好了，小丽小姐、小丽大姐，好了吧？我怎么舍得打你呢？别生气啊！哎，那帮人要是再敢来，我就替你打抱不平。哼，阿吉，你有没有看到，对付他这种人呢，一定不能客气。你比他凶，他就不怕你了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呀！我们再怎么说也是相好嘛。滚开吧你！谁跟你是相好的？哼！哎，哎呀，你叫阿吉啊？我叫没用的阿吉。哦，没用的阿吉。既然你是韩大娘请来的下人，我的地位比你高，我睡床上，你就给我睡地下，听见了没有？我说强哥，哼，哎，小丽啊，我买了很多好吃的。我们俩一块去吃吧。紧。哼！哎，小丽。哇！一起吃。哎，你们去叫阿吉一块来吃吧。是。哎呀，阿强，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发财了。就是嘛，阿强，很少看到你请客，我想你一定是赌钱赌回来的。
哎，没有，我回去看我老妈，回来经过小镇，我就顺便赌了2把，嘿，结果就赢钱了。出手这么快，赢了不少哦。对呀，阿强啊，镇上的赌坊可是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有没有听到什么好新闻？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最近啊，这个江湖上最大的传闻就是那个3少爷谢晓峰啊。什么3少爷？谢晓峰是不是神剑山庄的传人？谁呀？是啊是啊。怎么样啊？快说嘛！阿吉，谢晓峰他怎么样啊？真的呀？你可得少喝点啊。是吗？我也听说过耶。真的啊？哎呀，那个家伙不但杀了自己义兄全家，还追了他的义嫂，一点道理都没有，他简直是衣冠禽兽啊！就是嘛。现在江湖中邪乎儿的都打着3少爷的名号干坏事儿，这坏事干的最多的恶人呢，哎呀，都叫3少爷。想不到神剑山庄一世英名，全都让3少爷这个禽兽给毁了。我祖宗的败类，真是不应该留在世上。我还听说这3少爷的父亲为了这个不孝子，自刎以死以谢天下。这种人啊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3少爷真是害人不浅，应该捉取处罚才是。错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听说3少爷的老婆是个如花似玉的武林大美人，对3少爷大失所望，改嫁给他大师兄了。哎呀，这连老婆都跟着跑了，这3少爷也算是赔了夫人，他又成了。3少爷那种人啊，女人要是跟了他，都要倒大霉喽。我是他老婆，不跟人好，一通撞死算了。哎呀，你少臭美了，人家是武林第一大美人嘞，你算什么？小姐，来，这是啊，要不要帮忙啊？没关系啊，不用了，各位请回吧。真的，这样没关系，我们真愿意帮忙的，好不好？那这样我们就回吧。结的是哪家的富豪啊？白家庄的少爷白天宇啊！哇，白家庄可是镇里面数一数二的富豪哎！听说白天宇是白家磨刀唯一的传人，刀法出神入化，咱们3兄弟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呢？是啊，老大，搞不好钱没结到，咱们3人成了刀下孤魂了。哎呀，都已经躺在棺材里的人了，就算武功再厉害，也是假的。什么？你是说白天宇已经死了？是啊，我听说白天宇关外飞鹰决斗，不幸被打败而死。而且据我所查，白天宇未过门的未婚妻，今天刚刚就把他的棺木停在了义庄，打算过一宿，明日再运入京城安葬的。这么说，咱们今夜入义庄道观？是啊，白天宇家财万贯，肯定是有很多贵重的金银财宝跟着一起陪葬，这可是咱们发大财的好时机呀！怎么样，敢不敢？切，有钱分，别说死人，就算鬼呀，咱们也照抢不误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听说那个白天宇的老婆
长得是如花似玉。看来今天晚上咱们3个不但要劫财，还艳福不浅呢！啊！大哥，时间还早得很呢，喝2杯去。走，走。过了今夜啊，咱们3个可就发了。是啊。小姐，你多少也吃点吧。明天还要赶路，你不吃饭，这身体怎么行啊？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可惜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南去真北望，真北望曹秦皇尘飞扬。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。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可惜百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南去人北望，人北望曹秦皇尘飞